2008年8月的一个清晨，警方接到报警电话，一个少女声称自己刚刚遭遇了入室性侵。她叫玛丽，是个孤儿，18岁，刚刚从养父母家搬出来独立生活。作为受害者，自然的她获得了所有人的注意力。养母第一时间赶来陪伴，朋友登门拜访，热切安慰。警察问话、做笔录，医生进行全身的检查和犯罪痕迹收集，一切都按部就班的进行。然而，在案情尚未具体推进的情况下，警方就下了判断，根本不存在强奸案，所有都是玛丽自导自演的好戏。更重要的是，玛丽自己也承认了，亲手写了认罪书。一颗炸弹爆炸了。如果说少女性侵案的新闻热度是10分，那么少女虚假谎报强奸案则可以掀起100分的舆论热浪。相比同情和怜悯，人们更热衷于发泄愤怒。一夜间，玛丽众叛亲离，丢了住所，丢了工作，丢了朋友，丢了所有的社会关系。媒体虽然匿名报道，但她的姓名和电话还是被很快扒出曝光。铺天盖地的谩骂声涌进来，不但以最恶毒的言辞进行攻击，甚至在2009年3月案件发生的半年后，他还以虚假举报罪被警方重新告上法庭。一个刚刚要起步的人生就这么毁了。那么玛丽到底是受害者还是满嘴谎言的骗子呢？性侵案到底存不存在？答案其实早在一开始就已经给出，海报上最上方写着基于一个无人相信的真实事件，整个事件真实发生过，在被深度挖掘后撰写成文章，令人难以置信的强奸事件，并成功斩获普利策奖。本剧就是在此基础之上改编而来，各种残忍和曲折完全超出了常人的想象。你想必很困惑，一个遭受性侵的受害者是怎么在短短2天内沦为报假案的骗子呢？这一切还得从他报警以后说起。在接到报案后，首先来了解案情的是一名普通警员，他冰冷地向受害者询问了案发过程，问题尖锐而直白。要知道，当时距离玛丽被性侵才过去没2个小时，他身心俱损，神情恍惚，在没有获得足够平复和安慰的情况下，不得不重新回忆受害的全过程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配合地回答了每一个问题。涉及强奸就需要转交给重案组。随后2名警官赶到，再一次询问了强奸的全过程。玛丽勉强地再次叙述一遍事情经过，但表述明显变得模糊了些，看得出她很累也很痛苦，每一次回答都是在被迫回忆强奸的过程，这无疑是在加深伤口。之后在不同场合面对不同人，她又被要求陈述案情第3遍、第4遍、第5遍。警察毫不考虑受害者的感受，以毫无效率、毫无针对性的沟通方式，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对其进行重复伤害。可这么多次的自我肢解换来的是什么呢？是怀疑和不信任。警察冷酷而草率地得出报假案的结论，理由有3。首先，他们找不到任何证据，现场没有闯入迹象，只提取到2个不完整的指纹，也没有留下 DNA。 警察对此的下意识反应不是歹徒作案手段老练，而是怀疑真的存在这样一个强奸犯吗？其次，玛丽的证词自相矛盾。玛丽曾经提到自己被歹徒用鞋带绑住了双手，等歹徒离开后，她打电话给友人寻求帮助。这个细节玛丽提供了2个版本。第一个，他用剪刀剪断了鞋带，随后用手打电话。第二个，他没有剪断鞋带，是用脚趾拨的电话。其实记忆差错、证词混乱的情形在强奸受害者中非常常见。在经受了极大的创伤后，试问有几个人能浑然无事地回忆受害经过？这个知识点对经办强奸案的警察而言本应是常识才对。最后，玛丽表现得一点都不像一个受害者。注意这里荒唐的表述，不像个受害者。由于身世悲惨，玛丽从小就辗转于多个寄养家庭之间，因此她的现任养母认为她很可能是因为缺少关注，故意报假案博人眼球。尤其在事发以后，人人都来对她嘘寒问暖，她却非但没有痛哭流涕，还表现得一切如常。你看，这怎么可能是一个性侵受害者呢？当警察完成了逻辑自洽，成功地说服了自己，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得多了。2位警官将玛丽再次请回了警局，先是让她第 N 次回忆性侵经过，再指出她证词中前后不一致的地方，对她说，不只是我们，其他人也怀疑强奸的真假，就像你的朋友们一样。而事实上，玛丽的朋友并不曾怀疑过她。警察又继续放大招说，没有证据表明强奸发生过，是不是因为你的生活一直太不顺，所以冒出这个不成熟的想法？没关系的，来吧，跟我们说实话。从事发到现在，
警察看似严谨的反复盘问，已经成为痛苦的纠缠，变相的迫害。在性侵发生后，玛丽的内心本就相当脆弱，加上她从小到大遭受过的种种创伤也重新回潮涌入。警察早已先入为主的结案，只想从玛丽口中获得自己想听到的话。慢慢的，用词越来越重，更像是在威胁的问道：你知道报假案是要判刑的吗？一旦有案底，你就会失去工作和住所。说实话吧，说出来就可以回家了。终于，警察的循循善诱彻底击溃了玛丽的精神防线，她难过的眼泪连连，紧张到大腿直跳，甚至也产生了自我怀疑，是不是真的没有发生过？算了，我只想赶快离开这里。她说出了警察期待的答案，但后面等待她的并不是风平浪静，而是更大的喧嚣，是全社会的唾弃和鄙视。一个本应得到救助的女孩，反被伤得更深。所以严格意义上讲，她接连遭遇了2次袭击，一次是性侵的罪案，一次是口口声声说要帮助她的警察、家人和朋友，而后者的伤是致命的。在这个故事里，2个警察并不是坏人，我也有充分理由相信他们原本是想把工作做好的。合理怀疑本身并没有错，在强奸案中撒谎的事，现实中不是没有发生过，产生的伤害同样难以估量。那这2个警察错在哪里？在于不专业，在于过分自以为是的预设立场，完全忽视了性侵受害者的脆弱心理，以至于在不自知中完成了一场逼供。到底该如何对待一个性侵受害者？好在本剧最终破了案，也给出了正确的范例。3年后，女警凯伦接到了一起强奸案。在第一次见到受害者的时候，对方看起来很镇定，冷静地叙述着整个受害过程，甚至包括具体的时间节点、歹徒的一些细节特征。用前面的话说，就是不像个受害者。但事实上，这只是表象，他内心早已经是惊弓之鸟。凯伦懂得这一点，在这个询问过程中，都是语气和缓、温柔又耐心，不质疑他的任何行为，总一再告诉他，你不用为自己的行动解释。若受害人提供有效信息，会表示感谢；若记忆缺失或不完整，也毫不惊讶，更无责怪。充分向受害者解释每一个调查步骤，给予充分的心理准备，尽可能防止2次伤害。他富有技巧和同理心的取证过程，帮助受害人记起了更多的细节。事后证明，对破案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随着调查深入，他发现另一个女警格雷斯手上的强奸案有很多相似之处，猜想这可能是个连环强奸犯。而正是因为抓住了凶手，才得以证明3年前的玛丽确实没有说谎，她被强奸了，却被警方认定为报假案。而在这3年里，由于凶手逍遥法外，又增添了许多无辜的受害人。2位女警官理解受害人，不会追问性侵经过，知道他们表面看着还好，实际内心很脆弱，不应再被一个陌生的警察盘问强奸的事。正是这种设身处地的关怀与思考，让这2位女警官走得比前面2位男警官更远。我不喜欢在性别议题上带节奏，但还是不得不承认，在这几桩强奸案中，女警察确实能表现出更好的同情能力。这无关侦讯技巧，而是种态度和立场，看似微小，却能深刻影响整个办案过程和结果。在线索一度断裂、无法进展的时候，格雷斯忍不住发过一次火。他很生气，为什么对于女性暴力的案件，大家总是选择性的无视？为什么那些男警官不会愤怒，始终保持了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？正是共情的缺失，让他们少了点拼劲儿和用心。案子能有线索就往下查，没有也不会太放心上，反正没有死人，也不是多严重的事儿，甚至会出现怀疑受害者动机和居心，反以指责的态度站到受害者的对立面。没错，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荡妇羞辱。而干这事儿最拿手的不是警察，而是千千万万的围观者。随便举个例子， BBC 纪录片《日本之耻》的女主角伊藤诗织，她在遭受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御用记者性侵后，勇敢地站出来为自己维权。明明铁证如山，案子依然不予起诉。伊藤诗织本人更是因为公开指控而遭到公众的羞辱和诋毁。网络上，她被定义为靠睡别人上位的妓女。耻感文化、受害者有罪论依然大行其道，各种抹黑泼脏水行为将女方污名化为价钱谈不拢、暗藏心机、主动勾引等等，模糊性行为的主观意愿。
重重困境令人畏缩，这也就导致了性侵案发生后的报案率非常之低。很多受害者宁可忍气吞声，也不想经受更严峻的二次伤害。但沉默的代价有多大呢？在本剧中，连环强奸犯落网后，庭审时多位受害者出席指认。这些被选中的对象有黑人、白人，有18岁的少女，有72岁的老叟。其中一名受害者质问强奸犯：到底是什么让你选中了我？受害之后，他再也不敢在花园浇水，不敢在窗台看书。他不知道自己的什么举动会引来可怕的伤痛。如果可以知道，他将不再做，以期望过去的生活可以重新恢复。但是没有答案，仅仅是因为你在一个不合适的时间、不合适的地点，不走运的进入了强奸犯的视野，遭受永生难忘的伤害。另一名受害者也说，你们也许以为这只是一晚上的事情罢了，但于我而言，这辈子都再无法从那晚逃脱，永远都陷在噩梦之中。你以为与生俱来的尊严和权利，却被一个人以暴力全盘剥夺。你失去了对自己身体本该有的控制，任由一个人欺凌蹂躏。对生活的不安全感，对自我的低认同度，将你静默的形式伴随受害者终身。这些才是强奸真正可怕的地方。在现实中，这起连环强奸案的真凶最终被判处327年半的最高刑期。327年半，没有人能活这么久，但法官还是这么判了。他此生都不能踏出监狱一步，再也无法伤害其他女性。这才是对罪恶应有的惩罚，这才是对正义坚定的伸张。我是独立鱼，记得点赞关注，陪你看电影。